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会常担心很多事情，很没有安全感吗？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的焦虑不太合理，甚至可能有伤害，但却又忍不住一直往负面的地方想，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关系强迫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恋爱中的人难免会变得特别敏感哦，但如果感情明明谈得好好的，却还是莫名不安，想要试探另外一半寻求安全感，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是自己太悲观、太害怕受伤，还是有可能有某些心理疾病的征兆？遇到了又该怎么办呢？在回答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前阵子泰国大麻合法化的新闻在网络上面还有社群上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但这边要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台湾大麻还是违法的。依照成瘾性、滥用性与对社会危害的程度，现在台湾把毒品分为4级，其中大麻属于第2级毒品。就算在国外合法购买，但只要携带大麻或相关制品入境，一样都还是违法。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光是持有大麻就可能会被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20万元以下罚金，而使用大麻则有可能被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毒品的相关法规或者知识，可以点击资讯栏连结上法务部的反毒大本营看看哦。刚才提到脑中不断冒出对关系的怀疑，然后要一直试探另外一半才安心，这种状况严重的话呢，有可能是关系强迫症。关系强迫症是强迫症的一种表现方式哦，特别的是症状的表现呢，都是聚焦在一段关系上，患者会无法忍受一丁点关系中的不确定性，脑中不断的出现对关系怀疑的强迫思考，也会借由不断和另外一半确认关系的强迫行为来消除自己的焦虑。常见的发病时间呢是成年早期哦，或是一段关系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候，像是结婚或是有了孩子之后。而且其实不只是伴侣哦，这种关系也有可能会发生在朋友家人或是亲子关系上。不过最常被讨论的可能还是亲密关系里面的关系强迫症。那这种强迫症到底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关系强迫症如果发生在亲密关系里面，可能会有2类的症状。第一种关系型会不断的怀疑这是不是一段对的关系，或是拿自己的关系和其他的情侣比较，例如觉得别人恋爱都好幸福，但自己怎么问题一堆。第二种伴侣型的症状呢，则会过度在意伴侣的外貌个性、能力等等的特质，像是很在意另外一半的五官比例不对称讲话不有趣。关系型和伴侣型的症状有可能单独或是同时出现，有的时候是无缘无故从脑里冒出来，也有可能呢是在某次聊天的时候，电影的情节或是跟伴侣互动的某个情境当中突然触发。这种怀疑一旦被触发了，患者会产生很强烈的焦虑感，然后为了减缓焦虑，他可能就会不断的反思，这个人真的爱我吗？他真的适合我吗？等等等。于是呢，要求另外一半证明这件事情。那说到这里，也许有一些人会想，对于关系、对于伴侣感到不确定，在爱情里面很正常啊。但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即使有了关系强迫症，也不会想到要寻求医疗的协助，然后演变出更严重的忧郁还有焦虑的症状。那么到底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自己是正常的担心还是关系强迫症呢？要确切的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关系强迫症，当然还是需要透过标准的临床诊断程序。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非常需要透过外人或是另外一半来得到感情上面的认同跟安全感，例如常常需要问身边的朋友，我跟另一半这样正常吗？或是要另外一半不断保证跟证明自己没有出轨才放心。又或者当伴侣犯了一点小错，你会很难原谅对方，也没有办法忍受另一半不是一个完美的对象，常常拿一些看起来更好的人来跟他比较。就在没事的时候，脑中也会不断的浮现各种负面的如果另外一半出轨了，如果他突然出意外，如果他突然不爱我了，那该怎么办？如果你每天花在刚刚这些烦恼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是你的烦恼严重影响到了社交工作等等的其他生活面上，其实就可以考虑寻求身心科或是心理咨商的协助。因为就算不是关系强迫症，也代表你正在面对很大的心理压力跟状况。好的，那说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要看看这些关系强迫症的背后可能是怎么来的。
关系强迫症第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他的童年经验。我们要怎么样跟别人相处，或是我们会形成什么样的个性，往往都跟小时候爸妈怎么跟我们互动有关。如果爸妈或主要照顾者对于小孩的需求非常敏感，那这个小孩呢就会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对人也比较有安全感。但如果主要照顾者对小孩是看心情回应，或根本忽视，那小孩就会形成所谓的不安全依附。其中跟关系强迫症特别相关的就是焦虑型的不安全依附。如果要等到孩子用非常激烈的手段哭喊，照顾者才会去关心，那孩子就蛮有可能会形成焦虑型依附的。从小他就会觉得我不值得被爱，所以需要非常努力才能够得到别人的爱跟关注。那等他长大进入亲密关系之后，也很容易呢会因为一点点的疏远就勾起他们害怕被抛弃的痛苦回忆，所以会采取很激烈的手段要伴侣回应。而这样的倾向便成为了关系强迫症的危险因子之一。那除了童年经历之外呢，一个人在其他地方经历的事情，比如说在感情中受过的挫折或者创伤经验，也可能会成为导致他出现关系强迫症的外在因素。像是曾经被劈腿啊、伴侣意外离世，都可能让人在下一段关系当中变得过度的焦虑，需要一再确认。另外，在本身的个性方面有完美主义的人，也可能因为对另外一半也要求完美，而有更高的几率演变成关系强迫症。也就是说，关系强迫症可能同时有童年的经验、基因、个性、外在事件等等多种因素影响，而这样子复杂因素下形成的行为模式，真的有可能在成年之后改变吗？关系强迫症常常会伴随着忧郁、焦虑或其他的身体状况，所以治疗的部分呢，通常会有药物跟心理治疗。心理治疗主要可以改善那些负面的想法，因为个案常常会对事情做出灾难性诠释，像是会认为自己没跟完美的伴侣在一起，人生就完了，或是我如果不改正另外一半的缺点，以后一定会离婚。所以当这些担忧啊，或是灾难性诠释出现的时候，第一步可以先试着去厘清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去判断这样的想法或推论是合理的吗？像是反问自己，我一定要和一个很完美的人在一起才能够幸福吗？另外有一种叫做暴露反应预防的治疗方法，也常被用来治疗强迫症。简单来说，这种治疗是要打破一有强迫思考就用强迫的行为去消除焦虑的恶性循环。像是想象自己的伴侣已经3个小时没有接电话，但要忍住不做任何行为去消除焦虑。假设呢，个案可以忍过这个情绪的高峰，让自己慢慢的冷静，也许他就能在一次次的练习当中发现，就算不马上夺命连环 call，或者是询问别人的意见，也不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不过这样的过程或是练习其实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如果要改善伴侣之间的关系，往往还是非常需要另外一半的共同参与。自己的另一半如果有关系强迫症的状况，一定时常会感到很气馁、很无辜，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在维持关系了，为何对方还是没有安全感，不相信我？这个时候，除了协助伴侣探索自己的心理状况，寻求专业的协助之外，适时的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是很重要的。伴侣之间可以先试着一起设定一些双方都同意的原则，然后一起练习多开诚布公的讨论彼此的感受、想法，或是借由伴侣咨商一起找到最好的互动模式。很多有关系强迫症的人自己也不愿意现在这种状况里面，他们也常常会自责、后悔，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停止脑中不断浮现的负面想法。这个时候，如果另一半传达出即便辛苦，我也愿意和你一起努力让关系变得更好的讯息，或许对于患者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跟动力了。那在进入观念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我也要特别的感谢自己机器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哦，我们今天介绍关系强迫症，并不是想要把所有有类似行为的人都贴上病态的标签，反而是希望呢，让更多人注意到那些在关系当中不断的讨爱、索求，看似无理取闹的行为，有可能是因为成长过程没有被好好的对待，或是曾经经历过上伤的结果。有这样的结果呢，往往都不是当事人所愿意的，而我们看到或感受到的行为，很可能是他需要专业协助的征兆。另外，也必须强调，有类似行为模式的人呢，并不一定全部都是关系强迫症，确切的状况跟诊断还是需要由专业人士来判断。我们认为亲密关系之所以难得珍贵，正是因为它包含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我们
愿意把这种自己最脆弱的一面跟另外一个人分享，所以我们会害怕失去，会怕自己不被爱，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关系强迫症，或身边就有这样的伴侣，请记得多多体谅自己，也体谅他哦。好的，那最后呢，想来问大家，你曾经遇过好像有关系强迫症的人吗？有，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就有类似的状况。B 有，我自己就有遇过类似行为的伴侣。C 有听过，但自己没有遇过。D 完全没有，今天第一次听到。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关系强迫症。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强迫症影片为什么那么疗愈，以及看到痘痘这样挤是一种病吗？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